富士山下有5个湖，它叫做富士五湖，指的就是河口湖、山中湖、西湖、本溪湖、金镜湖。我们现在来到其中一个，叫做山中湖。富士五湖面积最大的一个，海拔最高的一个，距离富士山最近的一个，拥有富士山五湖当中最独特的景色跟风貌，太美，美到什么程度呢？你现在这样看，你觉得呢？最美丽的富士山就在你的眼前，这里是富士五湖当中的山中湖，可以从湖边看上去就看到美丽的富士山。山中湖也是富士5个湖里面唯一拥有天然流出河川的湖泊，湖面的标高为980.5公尺，它在日本排名第3位。净莲瀑布是代表伊豆的名胜，但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佛教的感觉，被认定为伊豆半岛地质公园的地质景点了。它也被日本选为瀑布百选之一，也就是日本最有名的100个瀑布。那你放心哦，日本的瀑布绝对不是非常大的那一种哦，都是非常小的。那它的瀑布高25公尺，宽7公尺啊，在茂密的树木当中，小小的一个，哎呦，它跟着日本的著名歌曲跟小说的舞台，把这个净莲瀑布带了进来，所以它具有非常大的观光性，走向的是小巧而精美。净莲瀑布就在中部的静冈，静冈县它是连接了东京跟京都的主要交通干道，就在东海道上，自古以来就是相当繁荣的交通要塞，而且重点是，中部的静冈，它往下走，你可以看得到伊豆半岛；好，往上呢，它又可以到富士山，而且近几年来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因为也是樱桃小丸子的故乡。所以现在你问很多人啊，很多人会说，静冈我知道啊，其实他们对地理哪有那么清楚啊？小朋友，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都知道这个日本的每一个地理名称，原来都是漫画、卡通啊！拥有世界最知名的日本象征富士山在静冈，除了富士山外，日本的茶、小丸子、樱花、星空，所以静冈非常有名哦。东京的近郊不只有富士山，还有日本茶，你也可以很深度的去看看
静冈每一个大城小镇。有没有很漂亮啊？其实啊，这里的水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没有干净的水，你就没有办法栽培一种植物，叫做芥末。在近年瀑布的水对芥末而言呢，就是最好的培育地。因此，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芥末。瀑布旁边全是一片一片的芥末田，日本的芥末名扬四海。而在近年瀑布旁边生产的芥末，它跟一般的生芥末不太一样，它比较没有那么辛辣刺鼻，风味也很特别。有机会你来到近年瀑布旁边，可以看看有没有在卖瓦萨比酱的，你就可以买回去试试看，用近年瀑布的水培育出来的芥末。日本是一个讲究精致文化的地方，从它的生活食衣住行，还有包含它的景点小巧而精美，包括它的饮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你看一样一样小小的，对于常常很多人要讲丑霸的，来到日本你可能就要点很大碗的饭，你才能够吃得很饱，知道吗？那这种小巧精美的饮食呢，都体验在日本食的文化。这几年来，日本的日币虽然贬值，但是呢，日本的它的所有的物价也是往上涨的哦。以前可能台币个300-500，你就可以吃到很好的一顿，现在都不容易了哦。整个现在呢，你没有随便来个2000哦，都不太容易啊，吃到心目当中的理想料理啊。所以全面性的物价上涨，好像是一个不可挡的趋势啊。有时候总是会觉得在台湾还是很幸福啊，因为台湾很多的东西真的是被冻涨的啊，它把它涨幅压了下来，但是有时候国际形势啊，或是国际的物价、原物料都一直往上涨，当你把它压下来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啊，你自己在台湾你感受不到物价的波涨，你感受不到人力薪资的往上调整，但是你一走到国外去的时候，你会吓一跳。怎么好像是两个世界啊，完全不同的感觉。就像在很多的国家现在都是使用者付费啊，但是在台湾因为有很多的方便措施，很多的免费措施啊，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发达，常常会讲 CP 值很高，但是一到了国外，这些东西呢，你要抛诸脑后，因为没有那一回事。尤其是在国外，有时候不是有钱你最大，在很多很多的欧美国家，就算你再有钱啊，也请你按部就班来啊。现在我们就从静冈慢慢的走到了非常有名的大势山，它是一个修火山，它的标高580公尺。上来大势山的玩法呢，就是坐这种登山吊椅上来。在很久以前的古日本，大势山的山体被视为御神体，
神的身体啦，所以这边呢有设了一个神社在这边。而再往上走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个修火山的火山口。现在这个季节，因为是2、3月份了，所以你看这个雪啊，山上580公尺的标高不高，但是下着小雪啊。那到了春天的时候，当然了，它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报春活动哦，不是买春哦，是报春活动哈。报春活动就是烧山仪式啊。具有700年以上历史的传统文化啊，因为过去茅草呢是当地人生活当中没有办法缺乏的一种作物，他们烧山的作用就是为了种植更好的优质茅草，而且呢这样烧可以驱逐害虫啊。那现在这个烧山仪式啊还是留下来啊，但是不是你想烧就烧啊，不然变成火烧山还得了啊？它是固定一个时间点啊。烧山仪式就分2次的，焚烧火山口内侧的烧钵，然后呢山路放火焚烧整座山的烧全山。在每一次的烧山仪式当中呢，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春季祭典仪式跟活动，而且呢也变成了一个观光活动啊。所以在进来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卖的火把等等的啊。然后在这上面，我们做了这个登山吊椅上来，还可以在这边做360度的整个环绕，看一下整个大势山底下的伊豆半岛，而且从这边远远还可以看得到富士山，景色非常的漂亮啊。在初春的时候来到伊豆半岛，有几大特点呢？第一个可以看得到日本最早开的樱花，第二个呢，上面呢还可以看得到漂亮的富士山的雪还没有融化，现在我们上来这上面是另外一番的景色，而且真巧，今天上来还可以看到下了一点点的小雪。说真的啊，这座火山的景点还不错啊，它是伊豆单层火山群当中最大的火山之一，大约在4000年前的绳文时代后期初来爆发，流出的熔岩呢就形成了成崎海岸，而大势山呢就呈现了美丽的圆锥状啊，这就是修火山大势山。来吧，我们现在看完了大势山，我们就继续上路。伊豆半岛，关东地区，伊豆跟热海的关系是什么？伊豆就是热海吗？还是根本就是箱根呢？伊豆半岛真面目是什么？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得到，富士山下有一个伊豆半岛，有看到这张地图吗？其实热海所在地就是静冈县的伊豆半岛。伊豆半岛呢，就分成了4个区块：东伊豆、中伊豆、西伊豆，还有呢南伊豆。那热海呢，就位于东伊豆，而多数人口中的伊豆，指的就是中部的伊豆，因为这里就是伊豆市的所在，所以它是在日本地图当中跑出来的一块小半岛。所以很多人说，每年最早的樱花在哪里？在伊豆半岛，就在东伊豆。然后呢，还有热海的梅园，它也是日本梅花最早绽放的地方。再来呢，它还有因红叶而闻名的古刹修善寺。再来呢，它也有非常特别的下田市，
去做黑船。伊豆半岛的南端，19世纪美军培里由此进入了日本，结束了日本的锁国时代，史称为黑船来航，也是日本重要的历史地点。那我们今天因为行程的关系呢，所以刚好来到这边，黑船跑掉了，因为黑船是一艘很大艘的船，坐的是仿古船，而我们呢，当然还是要玩啊，怎么办？特别咯，我们就直接包了一条船哦，因为黑船是公共船嘛，大家是买票上去的，我们反而做了独立的包船。虽然没有感受到仿古船，但是更厉害的，我们包船去看看下田港附近周游一下。那我刚刚有提到了伊豆半岛的南端南伊豆，它是日本重要的历史地点，也被誉为日本跟外国的交流之地。除了美丽的港口海景呢，也在这边为了让大家有历史印象，所以就在下田港，他们就仿造了当时在日本锁国时代的黑船，仿造一艘黑船的游览船。那出港呢，管它什么船，海鸥都会来，只要有海鸥，你就可以喂它。而且你知道吗？伊豆半岛处处是温泉，东伊豆有热海温泉、伊豆温泉，中伊豆有修善寺温泉，南伊豆有下田温泉，西伊豆有土肥温泉。你可不可以每个温泉都住？可不可以来一趟伊豆深度之旅？当然可以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在日本呢，其实只要住温泉饭店呢，你的整个费用就会完全的改变。很多人看到现在的日本呢，其实并不知道日本其实拥有过战国时代，经历过锁国时代。在日本的锁国时代，你知道锁国啊，就是把这个国家全部封闭起来啊，对于外来所有的东西啊都不接受。他搞的呢，就是自己国家的内耗啊，自己这个国家所有的东西都自己搞定就对了。所以当时的日本锁国呢，日本以外的外国船只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出日本，一直到了西元1854年才开港。而这个下田港跟北海道的函馆港就是日本最早对外国开港的港口，从此一开不得了了，这个外国船只就频繁进出了。所以在开港之后，美国的马修培里提督他的舰队就航向了下田港。那当时舰队的船只呢，就叫做凯斯凯哈纳号啊，这个翻译名称啊。那这个凯斯凯纳号就很简单啊，它船身就黑色的嘛，那黑色的就叫做什么黑船哦，比较简单啊，不用记它的名字啊。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下田港，其实就是看看当年这些外国船只进来这里，他所走过的路线很厉害哈。这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它带有很浓厚的历史风格在里面。就我常讲的，日本人又很会规划旅游，干净，然后呢，坐着这个我们独立包船的游览船来去感受一下下田港外面美丽的沿岸风光。
个宁静的小港口，一艘可爱的小包船，带着我们绕了下田港一圈。接下来还可以在伊豆半岛看到最早开花的河津樱，还有在这个季节满山遍野的油菜花。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南伊豆，伊豆半岛的最南端，蜀谷湾这一带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还有每年2月中旬流经南伊豆町的青野川沿岸，有什么800株的河津樱盛开，还有呢油菜花，所以这个地方就同时的拥有了2种可以观赏的景色，一个就是可以日本人最爱的边吃便当边赏花。来伊豆半岛还有另外一个铁道之旅，这里的铁道之旅看的不是花，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海。伊豆半岛在静冈县东部的地方，伊豆急行线就是运行在伊豆半岛的东海岸啊，它是南北之间的一个私人铁道啊，一边山一边海，地势高高低低的起伏啊，是一条比较特殊路线、自然美景的铁道，行走的就叫做伊豆急行线。所以来到这边，大家就会坐这一趟赏海列车，去看伊豆半岛最特别的沿海风光。而这里的赏海列车其实有好多台啊，不只有一台啊。那因为日本的铁道是可以由私人营运商去营运的，所以在很多日本各个地方都会看得到叫私铁。而伊豆的观海列车，它是在1960年代为了促进伊豆半岛的观光，所以就发展沿着海岸线行驶的观光列车。每一个列车上面都会有比较大型的玻璃，可以让你看得到海景，很浪漫哦。那这里行驶的很多电车各有各不同的特色，每一家私人营运的这些铁道列车都会推出不一样的座位，不一样的风格。很多人常会讲说，那哪一个最好呢？我跟你讲，这很难说哦。为什么？因为老外啊，还有呢日本人，他们习惯提早做旅游计划，他们的旅游计划呢，一直以来都超越过我们台湾好多倍。所以有的人可能是半年前啊，8个月、9个月啊，台湾现在目前啊，还是在提早做旅游计划，稍微还是会晚了外国一点点。尤其是随着年龄层越大，他越不会提早规划。原因是为什么？就到时候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么早规划，万一要取消怎么办？所以就变成了有很多的观光列车，其实它是必须要很早以前就开始定位，反而并不好定。所以这个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啊，如果你想要享受体验很多特殊的行程、不同的旅游，你一定要提早定位，不管是你跟着旅游团走还是自己去，这样子你都比较能够面面俱到。
爱来日本旅游已经不是这1-2年的问题了。台湾爱来日本旅游已经大约有10来年了哦。日本的各方面的食衣住行呢，都吸引着我们了，远道而来。其实说远也不远啊，坐飞机大概最远也是4个小时就到了嘛。所以现在听到最多朋友在聊的是什么？你不弄台湾人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啊，你在路上很容易啊，就遇到去日本玩的旅客啊，就是台湾人啊，真的哎。不只是旅游团哦，反而现在旅游团比较少啊。现在很多都是自由行观光客啊，背包客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廉价航空，然后吃比较便宜，住也很便宜，然后交通不需要坐电车，所以他们会用很便宜的方式去游览日本，这是真的啊。所以现在日本呢非常的夯，才会有那一句话，哇，现在在日本很容易遇到台湾人。伊豆半岛的樱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全日本最早开的樱花。日本大部分的地区都是从3月中旬之后才慢慢从南部一路开上来，而河津樱花比其他的品种早1个月开花，大约在2月上旬至3月上旬，它就会开始开了。赏花期就那么1个月，简直呢就可以从2月开始一路看花，看到3月4月。怎么看呢？伊豆半岛从福冈一路往关西，一路往关东，再往北边开。所以你看，日本狭长的土地就让你一路从南看到北，而最早的就是来到了河津町的樱花季。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啊？怎么样，怎么看樱花都觉得好漂亮、好浪漫，这种颜色非常吸引人，会不会？每一年好像到了樱花季，没有赏个樱花，感觉就好像春天还没有来啊。所以啊，河津樱花为期1个月，这种樱花的特色是粉嫩的颜色，加上呢，它是比较大的这个花蕊，是它最大的特色。它开花后的2星期也会长出一些绿叶哦。
非常建议啊，大家爱看樱花的一定要来伊豆半岛。伊豆半岛在日本的旅游当中是比较容易被忽略掉的，但相对之下它的樱花呢比较不会像其他地方的樱花呈现的爆满式的人潮。樱花在日本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典，几乎所有日本人到了春天的时候是一定得看樱花的它也在日本象征的春天那一般的吉野樱是淡嫩粉红色的樱花品种，而颜色比较深的叫做和金樱。那它的花期呢就是2月中旬到3月份最早开花，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和金樱吧。我们现在来看到的就是和金町的樱花季，而且你知道吗？每当和金樱花它一开的时候，在日本也就象征了什么？冬天结束了，然后呢，春天来了。衷心希望爱看樱花的朋友呢，一定要来伊豆半岛来看看和金樱花。和金樱的发源地就在这个地方和金町它这里为期大约有1个月的祭典就摆一些小摊贩让我们边看樱花还可以买吃的感受一下和金樱的起源点在大约1955年吧。当时独居在和金町的市民偶然发现一棵树苗，就将它栽种了下来，并且在1966年的时候呢，为期了1个月的开花期。从此以后，它就被很多的专家针对它的开花的特征呢去进行研究，就发现了，哎呦喂呀，它竟然是最早开的樱花，所以就在1974年的时候，就在原本的位置的和金町把它命名叫做和金樱花。接着我们来到了 Yokohama 那来到 Yokohama 要看什么呢？除了港口以外，有一个地方叫做仓库。来看什么仓库？为什么要看仓库？它其实象征了横滨港发展的历史建筑物因为横滨的红砖仓库是作为暂时保管没有完成进口手续货物的保税仓库而建造的。你别小看它现在这个样子红色的没什么，都是砖木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仓库之一在那个年代
它配备了日本的第一台货运电梯和用来消防的洒水设备系统。现在这个可能没什么了不起，有的人家里面有钱一点的都已经有装电梯了啊。那虽然现在的红砖仓库在地震、战争等等仅存了下来，但是现在当然了，时代的演变已经没有用了嘛。那需求降低，就慢慢的呢怎么办？把它改建成了一个观光区让大家呢可以好好的看一下现代、过去跟未来。以前的横滨跟现在横滨在1983年打造的港未来21的城市规划，那用横滨的红砖仓库以前横滨港的历史建筑物来去带动，充分的利用地区的历史跟未来的建设，把它这里塑造了一个既有未来又有过去历史的时代见证。它也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景点。当然现在它还是非常重要的商业城镇，因为Yokohama是东京湾岸港中最深的水深那非常适合大型的船舶来停靠，而且它离东京很近因此呢就成为了日本屈指可数的贸易港由于横滨就在镰仓旁边，所以它在以前中世纪时代开始呢就一直非常的活跃很多人说那东京湾也有港口为什么不在更热闹更是首都的东京湾去开港呢？最主要是因为东京湾的水深没有横滨这边的水深来得深，所以呢大船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到东京湾内。这也因为这个天然的地理因素所以横滨港的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也发展了现在日本的国际贸易港那横滨一开港之后，当然一直到现在都是非常热闹，而且商业浓厚气息非常重的。那横滨也因为这样子，就会吸引了什么很多的老外来，所以以前横滨就有外国人的居留地。那这些外国人的居留地美国英国商人便在这里呢开始盖房子，所以在日本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港口都拥有外国的氛围，横滨是一个，对吧？那关西有一个叫神户，对吧？还有哪里呢？其实在往北边的地方也有一个叫小樽，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开港历史，而且在这里还有中华街因为当时这里聚集了非常多来自中国清朝的商人和受雇在西洋人当中的中国劳工，因为以前老外的船只它上面的劳工都是叫中国的，所以呢这里拥有全日本独一无二的中华街，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Yokohama的中华街就被称为叫唐人街或南京町。当时住的来自很多的香港广东的中国人，因为当时这些地方它就靠近沿海嘛所以他们就会常常到国外去建设了很多的居留地在外国。那当然这里也有非常有名的拉面博物馆。这个拉面也可以做成博物馆，真厉害我就在想那我们台湾可不可以也有这个臭豆腐博物馆，或是蚵仔煎博物馆或者是台湾很多人爱吃成药会不会也有这个成药博物馆很厉害韩国有这个泡菜博物馆日本有它的拉面博物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呢来弄一个属于自己地方特色的博物馆，是吃的特色博物馆现在旅游的形式变化很多所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呢，慢慢的呢，形成了一种趋势。像现在大家就很喜欢
到日本做什么采果乐啊？因为日本的水果很有名嘛，精致文化，所以在2、3月份来，那个时候有什么水果呢？就是温室的草莓咯。所以现在来日本采草莓也是另外一个体验啊。那你说日本的草莓特色在哪边？大颗好吃，所以啊，每一个人都喜欢来日本吃吃看日本的精致饮食文化、精致农业文化的水果。来到了这个神社，神社在很多的日剧当中大家都看得到，而且也几乎都会出现在日本的生活周遭。其中神社啊，有很多种形式出现，也有很多种不同祭祀的神。你知道，现在我们来到了新横滨小圆八幡神社，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非常有名，在求什么？在求解除厄运啊、交通安全啊、考试合格的神社，本来就相当有知名度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的日剧都来这边拍，还有每年冬天到元旦，这里都有机会看到鸟居日出的玉来光梦幻景色，所以就有名咯。